上集说到，年轻的阿里和年轻的永次郎见面之后，惊讶于永次郎成为地表最强的梦想，阿里请求他能指导一下自己的孩子。永次郎说的没错，他追求的战斗风格绝不只是针对拳击，而是能够应付任何攻击的自由战斗方式。在他的招式中，很少有格挡和小躲闪，绝大多数用的是后撤步和后侵，因为这是能应付包括拳击在内的各类攻击。但是为了逃避征兵的3年空窗，让他失去了步伐。阿里留拳法终成泡影。但当永次郎问起他是否引以为耻的时候，阿里却并没有回答。此时的小阿里还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但拳击倒是学得有模有样，扑上来对着永次郎就是一顿输出。一看伤害零，永次郎慈祥地伸出指头，一个脑瓜崩把小屁孩弹飞8丈远，还不许人家哭。看着这个样子的小阿里，永次郎满意的表示，这孩子或许能和自己的儿子成为朋友。确实，不仅当了朋友，人家还在以后要抢你儿媳妇儿。画面转回现在的日本，刃牙中毒之后忌讳行医，跑到深山老林里找他的老熟人护林员安藤要偏方。这种天然的毒就连医院都没法治，安藤只好拿出他压箱底的老偏方，让刃牙在这儿安享晚年。刃牙带着烧香来到一处山洞，里面整整齐齐的耳朵摆放着许多猿人的头骨。刃牙来到这里是来见自己的老朋友小夜叉猿，一种栖息在飞弹山的迷之大猿，也是那场最强淘汰赛的选手。回到家之后，刃牙遇到了来看望他的烈海王，结果刚打了个招呼，烈就一拳呼上去打晕了刃牙。紧接着一架直升机降落，烈要把刃牙带到中国去治疗，而且什么手续都没办就直飞中国。当中国边防是吃素的吗？这么大个直升机，人家又不瞎。剧里强行解释为烈在中国非常有威望，反正等到刃牙一觉醒来，他已经到了黑龙江的白灵寺，这里正要举办100年一度的大擂台赛。烈请求自己的师傅刘海王让刃牙参加比赛，即使他是个身中剧毒的17岁孩子。为了证明刃牙有参赛资格，烈提议找一个厉害僧人和刃牙比试，如果刃牙赢了，就允许他参加擂台赛。于是刘叫来了海王护普张阳王对战刃牙。阳王海王，那之前会不会还有狐王河王啊？好怪！面对无比瘦弱的少年，张阳王非常的轻敌，决定要一招解决了他。更过分的是，在他攻击时，刃牙居然张开双臂毫不设防，张一拳挥出，却只打中了残影。刃牙扑下身子，将其紧紧抱起，又轻轻放下。张的拳头对他毫无效果，恼羞成怒的张又是一脚踢出，刃牙故技重施，再将他抱起放下，非常的从容不迫。刃牙不主动攻击，但张的招式也不能伤他半分。僵持了一会儿之后，意识到自己赢不了的张只好认输，刃牙获得了参加大擂台赛的资格。晚饭的时候，刘海王给他们讲述了大擂台赛的来历，它的前身是古希腊的自由搏击赛，从中国拳师李海王以中国拳法打败了罗马人成为冠军开始，就不断的有中国人跑去罗马砸场子，中国成了罗马人无法跨越的壁垒。罗马人称他们的功夫为东方之龙，而闻风丧胆，丝绸之路也被称之为了龙之路。在深知本地人无法在比赛中胜出之后，罗马亲手结束了古希腊的搏击历史，但传统并未就此断绝，而是被留在了东方。在这100年一度的格斗淘汰赛中，全国各地的海王都会齐聚在此，然后通过格斗选出最厉害的海皇。中国拳法内涵高深，烈让刃牙参加比赛，就是为了让刃牙在战斗中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刃牙的父亲永次郎也会参加擂台大赛。好家伙，一听父亲参赛，刃牙立刻雄起。与之相对的却是伤心欲绝的烧江，以刃牙现在的身体状况参赛，那简直是死路一条，更别提现在刃牙一用力就会疯狂吐血。但是烧江根本阻止不了他，刃牙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和他的父亲战斗，仅此而已。在这之前，小阿里和永次郎还在东京见了一面。小阿里认为自己完成了他父亲的阿里流拳法，头铁的没边，非要和永次郎比试比试，然后戴上手套就是一拳挥出。永次郎悠闲的一招捏爆了他的拳套。阿里是重量级选手，却有着轻量级和羽量级的速度，但小阿里更快，速度达到了银量级和草量级。说着，永次郎一脚袭去，比刺拳还要快的速度让小阿里勉强闪避，但紧接着永次郎就躺倒在地，问他这个状态要怎么应付。这个姿势是之前的比赛中朱寿对阿里使出的苦肉计招式，即使是阿里也只能一遍一遍的让他站起来，根本就不能近身。永次郎实在想看看小阿里要怎么应付，却没想到小阿里直接摘了拳套，放弃攻击。格斗技本来就是弱者为了从强者手里保护自己诞生的，现在强者自己躺下了，他还有必要做别的吗？说着直接转身就走，根本不理永次郎。永次郎气得怒发冲冠，一拳轰碎了房门，冲了出去。但走廊上哪里还有小阿里的身影？耍人反被耍的永次郎只能无能狂怒，一脚下去，震得整座大楼都在晃动。得意的小阿里转头来到中国白灵寺提出参赛请求，却没想到他的对手胖和尚一上来就和永次郎一样躺倒在地。当然，小阿里这一次没有选择转身就走，而是蹲了下来。胖和尚见此就是一招无影脚直踹门面，但小阿里更快，轻松躲过了所有攻击，2下锁住了胖和尚的腿。就是这个姿势
势有点微妙，然后对着胖和尚就是一拳，把人打得站了起来，站起来就好打多了。小阿里2套连招下去，直接把人打得再起不能。见此，刘海王不禁感叹，如果擂台赛再早30年，真想让他的父亲参加。第二天大赛正式开始，观众齐聚竞技场。参加比赛的一共有12位海王，中国本土的刘烈、孙杨、陈楚、毛李范9位海王，泰国的萨姆旺海王，日本的季海王以及美国的多利安。好家伙，多利安都痴呆了还要上海王头衔，果然不能白拿。除了惯例的12位海王，还有已经146岁高龄的前任擂台冠军辜海皇，以及小阿里、永次郎和刃牙共16位选手。而第一场的对战名单正是永次郎对战刘海王，但这是永次郎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为了测试他有没有资格对战中国的拳神，裁判在场上准备了由40片瓦片形成的瓦塔，只要能轻松打破10片以上，就算他过关。永次郎一掌下去，40片瓦片轻松粉碎。对于这种测试，永次郎非常不屑，觉得是一场无聊的表演。不管是石头还是木头，对这些东西肆意的破坏践踏，只是因为他们没有生命，不会反抗吗？但刘海王却说，拳法是为了弱者而存在的东西，坚不可摧的东西，在某天能被自己打破了，不伤害任何人就能获得成长的实感，才是修行的真实意义。永次郎浑身气势暴涨，走上前去，两人的比赛正式开始。但刘海王的攻击刚到眼前，永次郎的整只手掌就已经插进了他的侧脸，还漫不经心地表示让他不要动。刘面无狰狞，浑身颤抖地握住了永次郎的手，却被一掌掀翻在地，有什么东西飞了出去，落在了观战武术长老手上。赫然是刘海王还在滴血的整张脸皮。刘海王居然就被如此轻易地打败了，见老师被如此羞辱，脸怒气冲冲地冲到场上，就要和永次郎决斗。没想到的是，刘忽然捂着手帕，颤巍巍地站了起来，阻止了烈的入场。你是想毁我名声吗？说完，他猛地将手中的布一挡视线，一脚直冲永次郎胸口。可这一脚只踹烂了永次郎的衣服，永次郎同样回以一脚，正中刘血肉模糊的脸。这一下胜负真的定了，拳神惨败日本选手。第一回合的比赛就引起了轩然大波。第二回合战是楚海王对战小阿里。上场之前，烧江找到了正在热身的小阿里，小阿里这才知道她是刃牙的女朋友。对于非常担心刃牙的状况而痛哭的烧江，小阿里发挥出牛头人的优良血统，一把将烧江抱进怀里安慰。比赛正式开始，楚海王身形高大如同巨人，相比之下，小阿里就像个小孩一样。锣鼓敲响，楚海王率先发动攻击，一脚踹出，小阿里轻松躲过，对着楚海王的裆部就是一拳，剧烈的疼痛让这位壮汉只能捂着裆倒在地上按表走。但很快，楚海王又挥起一拳，猛地抱起，一拳接着一脚的朝小阿里袭去，但每次都被轻松躲开。小阿里那一拳给了他不小的伤害，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进入状态。几个回合下来，楚海王大吼一声，挥出一拳，朝着小阿里的面门而去。他的状态恢复了，但还没等观众开始欢呼，小阿里后仰躲开，迅速挥出一拳，高大如同巨人的楚海王就在这一拳之下倒地不起。原来小阿里不是在等楚海王恢复，而是在找可以一拳决出胜负的出拳机会。自己的主场连败2场，让观战的长老们脸上有些挂不住了。第3回合战斗的是李海王对战刃牙，但刃牙的身体完全就是强弩之末。烈告诉刃牙，李海王是全国最厉害的独手高手，一上来就能和他对战，无疑是幸运的。这一说法无疑激怒了一旁的烧江，对着烈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刃牙一把抱住烧江，他为自己做的已经够多的了。刃牙向他保证自己绝对不会输。比赛正式开始，命不久矣的刃牙是否战胜海王获得胜利？上次说到刃牙就剩一口气也要出战大擂台赛，虽然名头响亮，但是现在的刃牙骨瘦如柴，性命如同风中残烛，而他的对手是中国的耀影拳高手李海王。比赛开始，刃牙率先冲了上去，飞起一脚命中李海王侧脸，李海王以手抵挡，还是被一脚踹到地上。但同时，刃牙的脚触碰到李海王毒手的瞬间，就鼓起了一个可怕的毒包。刃牙面不改色的举起脚吸出毒液，两人瞬息之间几个来回，李海王游刃有余，但刃牙却越打越吃力。李海王的拳头不断的殴打在刃牙身上，刃牙根本毫无还手之力。海王肿胀的毒手逐渐缩小，他将所有的毒都打入到了刃牙的体内。刃牙提起一口气，猛地冲向李海王，但就在接近的瞬间，脚下一滑，猛地吐出一大口血，整个人360度旋转之后，猛地摔了出去。他吐出的血雨一样落在了他的身上，刃牙彻底失去了意识。烧江不仅跪在刃牙身前，泪流满面，他的眼泪不断的滴落在刃牙的脸上，然后医学奇迹就发生了，身中剧毒的刃牙居然又重新站了起来，而且一瞬间就躲过了李海王的踢腿。见此，烈那是比谁都激动，刃牙要复活了。1540年，中国明朝7卷邪拳毒手传入日本，但是金川议员下令仅允许忍者学习毒手，此后毒手就一直在历史的阴暗面不断传承。但其实毒手并非7卷，而是12卷，前7卷是阴手，后5卷
是阳手，阴阳交融才是真正的毒手。虽然说阳手也是毒手，但是在极少数情况下，它可以解毒。刃牙身上的毒就被李海王以毒攻毒解开了。刃牙现在简直无病一身轻，感觉自己都能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李海王的攻击瞬间而至，但这次刃牙轻松抬手挡下，他甚至能够预判对手的攻击。李海王的毒手治好了刃牙，恋人的眼泪又给他带来了幸福感，这两点让刃牙的身体和大脑都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状态。李海王哪能想到一上场居然先把对手治好了，他再一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挥出一掌，却没想到刃牙不闪不避，正面迎击，一拳干碎他的整只手掌，然后对着下巴就是一记勾拳，直接打得李海王站在原地失去意识。这一局范马刃牙获胜。后台恢复的刃牙和烧姜紧紧相拥，烈也给刃牙送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刃牙一句亚撒西说的烈老脸一红，不要什么都撩好吗？刃牙干饭速度那叫一个快，没一会儿就把盘子舔了个干净。随后烈又爆出10升水混合4公斤果糖，总共14公斤的糖水让刃牙喝，这是现在刃牙身体急需补充的养分。刃牙二话不说，吨喝了个干净。不是我说，你肚子里都是胃吗？然后医学奇迹发生了，几乎枯竭的刃牙身体被重新注入能量，他的身体开始不断的冒着白气，他正以空前的速度恢复着。他所在的地方烟雾弥漫，枕在烧姜膝盖上每睡上一觉的刃牙彻底复活，他身上的肌肉迅速恢复着，整个人都在散发着金光。好家伙，你确定自己不是被水泡发了？与此同时，大擂台赛还在继续。比赛开始之前，永次郎在后台遇上了140岁高龄的郭海皇，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永次郎太弱了。永次郎的身上充满了各种欲望，他不是压制不住，而是不想压制，他没有压制冲动的那份力量。生而为人的强大是在和自己不断涌现出来的冲动对抗的历史中置换出来的，也就是自我和本我的斗争。说着，郭海皇就让永次郎见识一下什么是生而为人的强大。第4场战斗，郭海皇对战泰国的萨姆旺海王。萨姆旺的师傅18年前就往泰国打泰拳挣钱，路上偶遇了正在殴打眼镜蛇的萨姆旺，于是将其收为弟子。10年后，两人前往香港称霸各种擂台。千年萨姆旺被武术省授予海王称号，不知不觉间，两人已走到了交手距离。萨姆旺明白，武术就是运动能力的比拼，比的是谁更高、更快、更强。趁着郭海皇咳嗽的瞬间，他一个回旋踢正中对方脑门，但是这一击只够到了老头的眼镜。郭海皇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他的身后，一把拽下萨姆旺的裤衩，对着萨姆旺的小兄弟就是一个脑瓜崩，钻心之痛不过如此。萨姆旺当场白眼一翻，倒地不起。如此招式让所有人当下一凉，简直恐怖如斯。就这样，郭海皇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无数记者包围后台，问郭海皇是不是用了打破砖头的力。郭海皇随即抓取一位幸运记者，弹了一个脑瓜崩。他的战斗不需要力量，女人、孩子和老人都能使用的招式，这才是武术存在的意义。另一边，差点被断子绝孙、越想越气的萨姆旺一脚踹烂了一根承重柱，一回头，永次郎出现在不远处，开麦嘲讽：都被人看光了，还有什么脸在香港呀？丢死人了，赶紧切腹自尽算了。正在气头上的萨姆旺不管3721，冲上去就是一记鞭腿，但瞬间他就被永次郎摁着脑袋砸进了地板里。阿呸，弱鸡！第5场战斗是多利安对战杨海王，但是现在的多利安就是一个只会吃糖的痴呆，全程由奥利巴陪同。这场战斗完全是杨海王单方面斗殴，多利安都毫无还手之力。最后单方面斗殴结束，奥利巴又带着多利安退场，全程没有任何看点，搞得杨海王超级憋屈，在退场通道拦住了奥利巴，要求再打多利安一顿。奥利巴一听，你跟那智障置什么气？要不咱俩比划比划？说着一把拽住了杨的手腕，不管杨怎么使劲都挣脱不开，只好一脚踹向奥利巴的门面，但是这一击根本对他不起任何作用。杨立刻要求奥利巴返回擂台，要和他打一场。此时场上正在舞龙庆祝，突然之间锣鼓声停下，杨海王重新对战奥利巴。他一上台就撕开衣服开始吹嘘自己，他练的金刚拳就是把身体练得跟钻石一样，从木剑开始击打，然后开始铁锤打，接着大型车碾过腹部，最后肉身扛炮弹，最后在台风来袭的夜晚，在落差30米的瀑布下冲击瀑布到天亮。说着，杨摆起架势让奥利巴打过来，奥利巴走上前拍在杨的头顶，然后猛地向下一压，杨整个人瞬间被压扁变形。钻石坚硬是坚硬，但是脆呀！怪力无双的奥利巴无费吹灰之力赢下胜利，崩开衣服炫耀着自己的力量。永次郎笑得停不下来，现在已经有4位海王落败了。第6场战斗是日本的季海王对战福建陈海王，陈海王直接一拳打飞了季海王，季飞出瞬间立刻护住脖子做出防御姿态，这就是中国武术和3合拳。随后陈海王又是一拳正中季，没想到季也不打算反击，而是当场开始传销，他在日本有24000名弟子，要不要去当老师啊？齐窝座给你点了赞。季的话就像是有催眠一样，听着季的话，陈海王突然之间开始迷糊，居然就这样毫无防备的被撂倒
倒在地，卸了肩膀，输掉了比赛。这边两人在台上打，刃牙和他爹在台下打。刃牙想和勇次郎单挑，自从4年前他挑战他爹失败后，母亲为了保护他被杀，刃牙的心里就只剩下了和勇次郎决斗。他并不想要什么地表最强称号，即使勇次郎是地表最弱，那他就做地表第2弱，只要比勇次郎强一点点就好了。说着就脱了衣服，要和勇次郎打架，嘴里还要挑衅：“你不会是怕了吧？”结果话音刚落，刃牙就直接被勇次郎提起来摁在了墙上，直接把刃牙从墙里撞出了墙外。小屁孩滚一边玩去！刃牙直接被打懵了，反应过来追了进去，勇次郎已经不见了。但刃牙不得不承认，勇次郎离开之后，他松了一口气。第7场比赛是烈出战，出战之前他已经站了几个小时的站桩了，地面上满是汗水。被勇次郎撕掉脸皮的刘海王手术已经完成，暂时没有性命之忧。烈的此次对手是善用截拳道的孙海王，他的食指上带着10个金环，看上去非常的富贵。不过在见到烈的时候，他就伸手将指环全部崩断了。封印结束，正式开打。就是这个孙海王装了半天的逼，其实本人菜的要命。烈上前一把握住了他的手，华山的握力能轻松撕掉一副纸牌，那才是惊人的握力。拜托，你很弱哎。然后烈就按着孙的手，将其轻松打败，让他先从站桩练起。随后郭海皇召集了包括烈在内的还没出战的海王开会。现在的海王实力都非常弱，就这还好意思拿出手？7局比赛只有2个中国人赢了，丢不丢人？说着，郭海皇让武术省的3位长老伸出惯用手叠在一起，紧接着一掌劈下，3人的手掌同时落地。海皇之名绝对不可以让给外国人。郭海皇叫来了自己在120岁生的孩子春城和朋友龙，老头子真的是老当益壮哈。春城和龙虽然不是海王，但是凶名在外，非常的厉害。猫海王一听急了，那他和范海王比赛怎么办？郭海王上前啪叽一下，好了，现在不用比了。猫海王被迫退出之后，春城和龙加入，正好组成5人。接着由烈将这个消息告诉刃牙他们，不出意外的被勇次郎疯狂嘲讽，但还是非常狂气的答应了这场比赛。中国这边由郭海皇、烈、范海王、春城和龙出战，日本那边则是勇次郎、刃牙、小阿里、奥利巴和季海王。一场由中国联合军对战日美胜利军的战斗一触即发，海皇之名究竟落入谁手？上回说到大擂台赛中国惨败，郭海皇紧急把规则改成了5v5的对赛，刃牙父子并起前嫌，联手御敌。第1场的战斗是奥利巴对战龙，龙的全文叫龙书文，中国台湾人，9岁师从文四海，踏上武学之路。因为在擂台的优异表现，被黑社会看中招揽。黑社会之间会组织赌拳赛，每个组织派出1名代表，在夜店的舞池一决胜负。等会儿舞池比武吗？比赛的结果往往是以一方重伤或者死亡告终。赌注从金钱到大厦，赌赛的形式也越来越专业，从普通人到职业选手，比赛也逐渐升级。从15岁以来，龙书文在这个擂台上毫无败绩。不过想想也是，失败1次不就已经被人干死了吗？比赛正式开始，奥利巴脱下衣服，只剩一条拳击短裤，他被称作怪力无双，胸肌比屁股大，手臂比脑袋粗，整个人就像是一座肉山。反观对面的龙就显得有些弱小了，而且之前打的一直是黑拳，从没在这种场合现身。比赛正式开始，奥利巴径直走上前，而此时的龙还没有摆好架势，甚至没有看对手一眼。好家伙，你就是当代波塞冬！奥利巴一拳砸向龙，场上顿时涌起一股巨浪，龙竖起手臂抵挡，巨大的力量让他的双脚都陷入到了水泥地里。就在奥利巴再次挥拳的瞬间，龙的另一只手从口袋里伸了出来，两人的动作快到观众们都看不见。1秒钟不到，两人站定，龙的双手重新插回兜里，而奥利巴的腹肌被划开了一条口子。奥利巴再次冲向龙，龙的速度极快，一脚踩中他的脚，随后对着下巴就是一脚飞踢，这一脚踹得奥利巴差点没站稳。随后龙又是一套极快速的连招，打得奥利巴毫无还手之力。比起双手备战的姿势，他插兜的姿势虽然看上去破绽百出，却宛如在拔刀之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动作的居合一般，隐藏着浓浓的杀气。奥利巴见此也学着龙，将自己的手插进了裤衩里，龙却将手从口袋里伸了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扇了奥利巴一个巴掌，直接把人都扇懵了。面对奥利巴的挑衅，龙看上去并没有生气，而是问他被攻击了为什么不还手？难道是自己的攻击太快了吗？说着，龙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挥出一拳，奥利巴被这一拳惊到抽出了手。随后龙又把手插回了兜里，让奥利巴攻击他。两人在之间的距离非常近，回过神的奥利巴也不客气，他双手高举过头顶，朝着龙就狠狠砸下。而就在这瞬息之间，龙猛地后退一步，一掌拍向奥利巴的双眼，随后一击击中他的喉咙。仅仅2招，奥利巴倒地不起。他小看了拳法，龙的姿势乍一看破绽百出，但其实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出手了，不是拔拳的时候才发动攻击，而是靠着扭腰的动作拔出拳头，拳头的加速在口袋里就已经完成。就算对方摆好架势准备攻击，出手也绝对不会比对方慢。奥利巴自然不会在速度上胜过他。而此时挨了一顿毒打的奥利巴终于回过味来，爬起来，他再次将手插进裤衩里挑衅龙，而龙这次也成功的被激怒了，以极快的速度
度，不断向奥利巴发起攻击。奥利巴被打得满头是血，但是依旧绷紧肌肉，纹丝不动。只见他慢慢的将手从兜里伸出来，然后狠狠2掌直劈龙的肩膀，龙脚下的水泥地瞬间塌陷，整个人白眼一翻倒在了地上。龙不甘示弱，又翻了回去，双手插刀，两人莫名其妙的开始了插兜较量。奥利巴再次缓缓的将手抽了出来，龙飞快拔拳直插奥利巴喉咙，然后一击踢向要害，紧接着对他的脑袋2连踢。龙对着奥利巴一顿乱打，但是奥利巴却完全放弃了抵抗，而是突然摁住了龙的脑袋，狠狠一个头锤砸了下去。仅仅一击，龙的鼻子就被砸歪，鲜血横流。龙没有认输，而是伸手劈向奥利巴的腹部，但是这一击下去，他的手指居然全部折断了。因为奥利巴只要绷紧腹肌，就没有人能够伤害他。说着对着龙的脑袋又是一个头锤，但龙还是没有放弃，用断掉的手指不断的击打着奥利巴的脸。奥利巴紧接着又是一个头锤，这下龙彻底失去了意识，但是直到最后一刻，他的手都插在了兜里。第一场战斗日美联军胜，这对中国队可是个不小的打击，对手实在太强大。郭海皇决定剩下的4场全部由他出场，但是话刚说完就被他的儿子春城拦下了，狂妄的表示剩下的4场他全包揽了。然而下一场战斗的春城的对手是刃牙，比赛开始，春城脱了衣服，猛地冲向刃牙，刃牙不慌不忙从右侧闪过，一拳正中对方的下颚，导致春城的大脑和颅骨强烈碰撞，形成脑震荡。紧接着刃牙对着春城的下颚又是一记勾拳，再利用他倒下的坠势，左脚背使出回旋踢，仅仅2秒，战斗结束，刃牙退场和永次郎击掌。等到春城醒来，战斗已经结束了，郭海皇气的当场断绝父子关系。第3场是季海王对战烈，双方都有着自己的信念，季想要引导日本青年，烈要维持他们4000年的武术史。比赛正式开始，季一上场又开始了自己的传销之路，邀请烈去日本传教，说着还对烈伸出手要握手，烈毫不设防的握了上去，谁能想到这货居然趁握手的时候偷袭，一拳扫向烈的门面，但烈也不是毫无防备，他反手制住季的关节，把人扔了出去，季在地上几个翻滚，安全落地。台上的观众见此都不禁痛骂季卑鄙，但是季却直呼斯巴拉西，再次向烈伸手，烈也依然伸出手紧紧握住。这一次季反手试图撂倒烈，把人背摔出去，但是烈猛地一蹬腿稳住身形，随后背部腹部一起发力，单手就将季狠狠甩飞。季下意识的护住后颈，又是几个翻滚，季嘴角一笑，第3次向烈伸出手，烈依旧握了上去，两只手在暗暗较劲儿。这一次是烈首先出手，铁拳直击季的腹部，接着一拳又一拳不断的轰击，两人的手依旧紧握在一起。季趁机对着烈就是一个过肩摔，并顺势扭断了烈的右手。围观的群众群情激昂，有几个胆大的直接跳下擂台，就要代表正义惩罚你，却被烈厉声阻止了。这里只有习武之人才能进来，跳下的几人被烈吓退了。不过他们也明白，此时出手就是对烈的侮辱，不过是右手不能用了而已。烈脱下鞋，单手摆出攻击姿势，两脚踹向季，他居然用脚趾就抓住了季的手指，随后猛地向下一拽，季被拽得狠狠被摔在地，看得观战的刃牙目瞪口呆。没等季反应过来，他的肚子又挨了一脚。惊叹于丰富的招式，2下过后，季突然蹲下身子，掐住了烈的脚腕，按压在了3阴光的交汇处。只要按压此处，即使是硬汉也会痛得站不起来。果然，烈脚下一疼，失去平衡，季趁机踹向烈的面门，眼看烈就要跌倒在地，没想到他突然发力，脚趾拽住了季的大胡子，反手不对，反脚把对方撂倒了。观众席上爆发出震天的欢呼。而此时的季突然开口，表示想要治好烈的胳膊，体验一下烈真正的拳法。但3番5次耍阴招的他，明显已经失去了观众的信任。面对季再次伸出的手，烈还是选择了相信。季的愿望是能够在日本普及拳法，如果连区区拳法家的招式还挡不下，那还算什么防身术？结果刚说完，对烈就是一个背摔。就在众人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中，季却又是一提一扭，还真的治好了烈的手臂。比赛重新开始，烈对于季说的区区拳法家的话非常在意，因为在季的眼中，拳法也不过是拳法。烈突然一跃而起，瞬间拳法的虚影在他身后显现，拳头犹如密集的暴雨一样砸在季的身上，季根本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不断的护着脑袋，被动防御。烈一脚将季踹到墙上，紧接着又是数脚，季好不容易找到了机会反击，但是他的拳头却被烈轻描淡写的挡住。紧接着对着他的背部又是一记肘击，季清楚的明白自己根本打不过烈，与其这样，还不如彻底保护自己。季立刻抱头跪下，做出绝对防御的姿势。这一下倒是把烈搞傻了，到底还打不打了混蛋？偏偏季还不老实，非要去挑衅人家，怎么不打了？放弃比赛了啊？那太好了，我赢了哎！气得烈整张脸都扭曲了。没想到这货等的就是这个时候，站起来猛地后仰，头锤狠狠砸向烈，猝不及防的烈被砸得鼻血喷涌，连连后退，那简直是火冒三丈。别说是观众了，我都恨不得冲进去抽他2巴掌。烈一跃而起，再次朝缩成乌龟的季发起猛攻，背部承受的耐力为正面的7倍。如果是攻击正面的话，以烈这种要人命的攻击法，季早就倒下了。所以说，护
神还是有用的。最后烈打累了，对着季背上的一个穴位一摁，季突然整个人都不受控制的站了起来，解除了护神状态。一睁眼，烈已经在他眼前一拳打了过去。虽然这一拳让他失去了意识，但在倒下前，季紧紧的用双手拽住了烈的手臂，能接住他的全力不肯倒下。季赢得了烈的尊重，但是就在烈扛着季退场，想要将他交给刃牙治疗之后，季突然又蹦起来，死死搂住烈，让他和他回日本。这货居然装晕，避免自己被毒打。烈好不容易升起的佩服彻底消失，气得转身就走。这什么玩意儿嘛！不过终于在2次失败之后，中国这边总算是扳回一局。下一局范海王对战小阿里。上集说到烈战胜季，打断了日美联合军的连胜，但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全世界能打败烈的人都没几个。下一场比赛是范海王对战小阿里。范海王是误打误撞治疗好刃牙的楚海王的哥哥。比赛之前，楚海王提醒他要小心，但是明显范海王胸有成竹，已经找到了应对方式。同时，小阿里也在后台做着热身运动，他的动作流畅的就像舞蹈一样。比赛正式开始，小阿里就像跳舞一样一跃而起，瞬间在范海王脸上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痕，鲜血喷涌而出。范并没有慌乱，因为他找到了拳击的破绽。他一脚踢出，拉开距离。拳击中并没有踢技，拳击的距离有限，只要他继续用腿攻击，小阿里的拳就打不到他。范不断用腿攻击着小阿里，在一招扫堂腿之下，小阿里失去平衡，向后仰倒。范抓住机会一拳轰下，而就在此时，小阿里猛地蹬地侧身躲开，紧接着2拳打的范失去意识倒在地上。没错，拳击中是存在踢技的，不过不是踢人，而是用脚蹬地。2拳结束战斗，但是范并没有认输，他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再战。刚刚摆好姿势的小阿里突然察觉到了什么，转身离开。在他转身的同时，范彻底失去意识，倒在地上。胜负已分，5场战斗进行了4场，但是中国只赢下了1场，已经没有胜利的希望了。最后一场比赛，永次郎对战郭海皇。永次郎在开战之前立下 flag， 只要郭海皇赢得胜利，那么前3场战斗都不算输。郭海皇上场之后，将轮椅一把扔给永次郎，永次郎单手接住，请郭海皇落座。2人边聊天边推着轮椅在路上慢慢走。永次郎问他到今天这个地步付出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他选择100多年痛苦的修行中舍弃了什么？亲兄弟他都能毫不迟疑的舍弃，唯独力量他无法舍弃。100年前的他和普通的肌肉壮汉一样，追求着纯粹的力量，身体上全是高密度的肌肉，握力可称亚洲第一。当时他认为权力不过是无稽之谈，但是某一天他败在了一个瘦弱的老头手里，权力打败了他。从那天之后，他就扔掉了所有的锻炼器材，为了习得权力而锻炼，身上的肌肉逐渐减少，吃饭的时候甚至能感受到碗筷的重量。终于在90岁的时候，他学会了权力。听到这里，永次郎咧嘴一笑，单手举起了轮椅，随着他一发力，轮椅顿时4分5裂。郭海皇以一种非常灵巧的方式翻转落地，究极的力量对上究极的权力，究极的刚对究极的技，战斗开始。永次郎率先挥出一拳，泛着白光的拳头直击郭海皇面门。在拳头靠近的瞬间，郭海皇借力在空中翻滚，永次郎的手臂上只挂了一副墨镜。趁着墨镜落地的瞬间，永次郎再次踹出一脚，这一脚擦着郭海皇的下巴飞踹而出。郭海皇再次顺方向一个翻滚，落地的时候毫发无伤，只有下巴脱臼了而已。烈倒是一眼看出郭海皇用的是消力，在被接中的时候吸收冲击，而故意让下巴脱臼。在战斗的时候，身体会本能的绷紧，脱力的原理就如同对着漂浮的纸巾挥下剃刀一样，以柔克刚。刃牙目瞪口呆，他爹那一脚真的出全力了吗？烈一直已经嵌入墙壁里，面目全非的眼睛，你说呢？2人交谈间，永次郎再次抬脚自上而下的踹去，这一次正中郭海皇面门。郭海皇再次使出消力，顺势翻滚。永次郎这全力的一击在消力之下被化解了90%，只让他流了点鼻血。永次郎突然大笑起来，中国拳法说到底不过是玩耍，当人面临危险的时候，身体本能会绷紧，这是身体的本能反应，但是这种反应反而会让情况恶化。巨大的树木会被风吹倒，但是柔弱的草却不会。大人会因为摔倒而骨折，但是孩子从高空落下却毫发无伤。而永次郎要做的就是换回本能，打破消力。郭海皇走上前，这是他的第1次攻击，但就在此时，永次郎突然一拔郭海皇的头发，紧跟着挥出一拳，郭海皇毫无防备的被击飞出去，在地上翻滚。他居然借由拔人头发意图引起身体的瞬间僵直，不过这一拳倒是没对他造成伤害。郭海皇又慢悠悠的走回了永次郎身边，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挥出一拳，没想到就是这看似毫无伤害的一拳，却让永次郎突然汗毛直竖，身体下意识的一躲，甚至连连后退到了墙边。郭海皇再次挥出一拳，永次郎及时躲开，那一击打中了墙壁。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只见被郭海皇打中的墙壁突然从中心呈蛛网状碎裂。刃牙目瞪口呆，3观颠覆，他爹居然躲了，他爹居然害怕了。等一下，这老头的拳也太恐怖了点吧，这不躲铁定被打残。其实郭海皇用的不是力量，依旧是消力，把防守的消力转化为攻击的消力，在究极放松的状
状态下出拳，就能冲条冲击，产生如同怪物般可怕的威力。郭海皇又是缓慢的一拳轰出，刚轻轻的碰到永次郎，后者就突然被弹飞出去，超过200斤的永次郎居然就这么飞了。郭海皇又是一脚踹得永次郎连连后退，紧接着一巴掌把永次郎抽成了旋转陀螺，地表最强竟然被玩弄于股掌之中。郭海皇忍不住开麦嘲讽，没想到永次郎呵呵一笑，哎呦，你个老不死的，就没有注意到什么不对的地方吗？郭海皇一听，一个轮胎扔了过去，就在轮胎贴脸的瞬间，永次郎就如同之前的郭海皇一样，一个翻滚安然无恙的落地。郭海皇上前又是一拳，永次郎不闪不避，轻松化解。他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消力。郭海皇一愣，随即哈哈大笑。他早就听闻日本有个地表最强的男人，果然名不虚传，那就让他们比比谁的消力更厉害吧。没想到永次郎却说，他之后不会再使用消力了。他的右手紧握成拳，可怕的力量在他的手臂上汇聚，紧接着一拳轰向地面。随着这一击，整座竞技场都在跟着颤抖，霎时间烟尘弥漫，地表被他轰出了一个巨大的坑洞。斗争就是力量的解放，之前也说了，他是欲望的结合体，消力的方法无法让他自由的宣泄力量，他使出消力只是告诉郭海皇他自己也会而已。永次郎十分狂妄的表示，除了我之外，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不管是秘技还是奥义，都是弱者才会学习的东西。永次郎挥拳冲出，一拳直击郭海皇的下巴，不等反应，紧接着又是一拳，两人你来我往，拳拳到肉。最后永次郎一拳将郭海皇轰向墙壁，利用墙壁的反弹力让其无法使用消力，紧跟着又是一拳一脚。不过郭海皇也立刻反应过来，迅速回击，双双负伤弹开。不过郭海皇这边看上去跟马上要升天了一样，刃牙看着这样的爹不禁兴奋起来，这才是真正的饭马永次郎。只见场上的永次郎突然发力撕掉了自己的上衣，露出他肌肉遒劲的背肌，观众都惊呆了，因为永次郎的背肌就像是一只恶鬼的脸，他的肌肉形状和普通人不同，天生就适合战斗。两人的较量再次开始，郭海皇快到根本看不见的攻击不断的击打在永次郎的身体上，但是永次郎完全放弃了防御，紧绷肌肉任由郭海皇击打，直到郭海皇的指甲都被染成了红色，永次郎这才慢悠悠的将双手从裤兜里拿出高举，他的背肌从恶鬼变成了正在哭的恶鬼。永次郎双手猛地一拍郭海皇的脑袋，老头当场失去意识，紧接着又是一拳挥出，但就在即将砸下之际，永次郎像是发现了什么，突然停下了拳。见郭海皇一动不动的站在原地，医生上前查看，原来就在刚才郭海皇自己老死了。永次郎懵了，还带这么玩的？好不容易找到对手的地表最强，简直有其无数撒，无敌是多么寂寞。比赛匆匆结束，但是刚下后台，本该死去的郭海皇突然死而复生。原来刚才永次郎一拳挥出，他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于是装死，迫使对方停下攻击。这可是武术的胜利啊！死亡才是最好的护身法。存在于世界上的所有竞争，只要一方死亡，就无法分出胜负，所以也不会败北。大擂台赛结束，本应该是为争夺海皇称号举办的比赛，演变成中外团体赛，又不了了之。不过踏上归途的观众们却步履轻易，脸上笑容心满意足。郭海皇没死的消息，永次郎也很快知道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永次郎再次回到了擂台上，郭海皇也在，他认可了永次郎的海皇身份，约定100年之后两人再战一场。大擂台赛结束，几人返回日本，完全恢复了刃牙，开始了1天的训练，并再次去见了那棵千年古树。小阿里找上了刃牙，一拳击碎了刃牙的沙袋挑衅，表示要和刃牙决斗，但是刃牙不会和任何人决斗，除了他的父亲永次郎。不过小阿里却显得胜券在握，他和刃牙之间迟早会有一战。要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小东西正计划着撬对手墙角，试图让刃牙变成牛头人。小阿里的计划能否实现？他和刃牙之间的战斗又会如何？前情提要：小阿里和刃牙决斗被拒，但他本人却自信满满，立刻约了刃牙的女朋友烧江，并且一上来就跟人家求婚。烧江吓得不轻，好家伙，你这是不是太突然了？人家都有男朋友了。小阿里却丝毫不在意，他认为烧江作为女性，义务就是和这个世界第一的男性邂逅，因此他要和刃牙决斗，成为世界第一。说着还强吻了人家。我要是烧江，我高低也得给你一拳。什么东西？当然，烧江作为敢揍华山的姑娘，胆子当然不小，当场一巴掌扇过去，只是没有命中而已。说完，小阿里也不懂得和人家女孩子培养一下感情就走了。说实话，是真的搞不清楚，你到底是为了吊烧江而和刃牙决斗，还是为了刃牙决斗才撩人家女朋友？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小阿里开始到处抓格斗家决斗。第一个找上的就是色川，因为拳王2代名声在外，色川欣然同意。趁小阿里不注意，他就已经将木屐和眼镜扔了过去，然后瞬间拽住小阿里的手臂，随后手腕一转，将其狠狠摔了出去。小阿里惊讶不已，这和他认识的发源于欧洲的压制性摔跤
不同，瞄准的是人体的条件反射。但即使这样，小阿里也不认为自己会输。穆罕默德的大宅里，第一季的那位记者还在采访阿里。过去在伦敦巨型的防卫战，阿里直到第3回合都没让对手布莱恩打中一拳，并且打出了2秒17拳的惊人速度。自从阿里隐退之后，再也没有能超过他。但是阿里却说有人比他更快，但是那个人不在聚光灯下，那个人就是他的儿子小阿里。回到小阿里这边，他以快到根本无法防御的速度一拳挥出，就将色川击倒在地。第二天，烧江将他被求婚的消息告诉了刃牙，但没有说那人是谁。烧江询问刃牙的想法，刃牙却说这并不是他决定的事，他会感到不安，但是选择和谁在一起的是烧江。两人这边还在谈情说爱，小阿里已经又找上独步决斗了。小阿里完美的继承了阿里的拳法，仅仅2拳就将独步打倒在地。但是日本武士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打败？独步站起来，双手插兜，悠闲的让小阿里进攻。奇怪的是，不管小阿里怎么挥拳，和独步的距离总是只差一点。独步自始至终没有挪动过一步，但他的拳头就是无法命中。独步提醒他，是他的拳头主动避开了自己。如果将比试形容成剑道的话，刚才他们用的是木刀，那么现在用的就是真刀。两者本身的差距，小阿里下意识的缩短了进攻的距离。现在的战斗是生死对决，他的拳头并没有做好杀人的准备。不过小阿里迅速明白了过来，再次向独步进攻而去。他以极快的速度躲过独步的攻击，倾尽全力的一拳朝着独步挥下。大宅里，记者向阿里询问，被拳击手的全力击中是一种什么体验？阿里没有回答，而是拿出一根铁管，让记者全力击打地面。因为反作用力，记者的手开始发麻。被真正的重量级选手打中，这种发麻的感觉会遍及全身，就是现在独步所体验的感觉。有100万只蚂蚁从脚下爬上来，整个人意识模糊，当场晕倒。那边刃牙和烧江还在谈恋爱，正当时机正好，两人亲亲的时候，小阿里突然冒出来要和烧江结婚，当着本人的面撬墙角。刃牙生气，不是小阿里要抢他女朋友，而是问小阿里是不是要惹怒他才要钓烧江的。烧江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刃牙的恋爱观明显和别人不同，他和烧江的恋爱只是两人之间的约定，不关乎其他人，谁都可以喜欢烧江。烧江不需要被女朋友这一身份束缚，只需要选择自己想要的。如果他不喜欢自己，可以选择别人。这一出倒是把烧江给整懵了，还能这样？那行，明天就去找帅哥约会。说到小阿里挑衅完刃牙之后，就去找了刃牙他哥杰克决斗。杰克壮得跟牛一样，两人拳脚相交，你来我往。那边的记者还在采访阿里，问他能否重返擂台。拳击摧毁了阿里的健康，但是阿里却站起身，摆出拳击的姿势，对着记者来了一套瞄边输出。但是下一秒就累得气喘吁吁，很难想象年过60还伤病缠身的阿里能做出全盛期的动作。限时1分钟的话，他就还是世界冠军，因为摧毁他的不是拳击，而是他的儿子。而此时他的儿子小阿里正在被杰克毒打，杰克即使被击中2拳，依旧百折不挠的将小阿里抱摔出去，然后疯狂打脸。偏偏杰克还有一点强迫症，非要打到小阿里两边对称，明明根本打不过，但小阿里就是不认输，又爬了起来继续找打。2、3次以后，杰克对着他的脸一拳轰了过去，舌头都打断了，但是小阿里就是不认输，还觉得是杰克逃走了。第二天鼻青脸肿的去和烧江约会，话还没说几句，就被突然出现的色川带到小树林里打架。本来小阿里以为是色川不服输，结果人家上次根本没动真格，掰断了小阿里的一只手指，就把他甩来甩去，撞在树上痛揍了一顿。等到再和烧江约会时候更惨了，结果这次又没说上几句就被独步叫走了。独步承认上次是自己输了，但是有什么关系，他只是想要再打一次而已。小阿里推辞自己受伤状态不好，但是独步根本就不吃这一套。人生在世，难道每一次战斗的时候你都能保证自己毫发无伤吗？要说小阿里这个憨仔也真是经不起激，也不管自己手折了就发誓要让独步跪地求饶，何必呢憨仔？不出所料，小阿里握拳一拳下去直击独步，独步用额头抵挡，铁头居然一下就把小阿里的手骨折断了。随后独步也不惯着他，又是一拳干碎了他的指骨。小阿里心里着急，挥拳也毫无章法，被独步专挑弱点打，腿也断了，脚也惨了，3、2下把人孩子都干哭了。当然小阿里身残志坚，就算是被打成残疾，恋爱也照谈不误。结果被对象说你不是个男人。晚上回去的时候，小阿里惊讶地发现他爹居然来了，而且要提出和他打一场，父子相见的第一面就要打架，这合理吗？5年前阿里输给了自己的儿子，于是他花了5年多的时间来让自己恢复巅峰。小阿里还想以自己受伤为由推脱，不过之前说了这个憨仔经不起激将法，被骂了几句懦夫就冲了上去，然后就被他爹一拳打飞了。通过这一拳的威力，小阿里感受到了他爹的实力有增无减，果然接下来几拳就把儿子打得倒地不起。原来阿里回来是因为他的超级粉丝德川联系他，说他儿子被人揍了，赶紧来领人。阿里问已经4连败的儿子要不要放弃习武，武术的世界只为争夺第一，他不希望他的孩子也生活在这种世界里。虽然小阿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输给没他年轻强壮的父亲，但是他不会放弃。正巧此时德川上门表示要安排他和刃牙的决斗，问小阿里是否选择参赛。小阿里用
日本最高礼仪答应了下来。刃牙也一反常态的没有拒绝这次决斗，但前提是要求小阿里恢复全胜。不知道是不是斗志的影响，医学奇迹发生，小阿里受的伤居然在1天之内全好了。哥，你可是骨折了，稍微尊重一点现代医学好吗？晚上，永次郎找到了阿里，他浑身的恐怖气场差点吓得保镖夺门而逃。时隔30年的老朋友相见，永次郎一点也没有变，他们的儿子将在此决一胜负。阿里问起刃牙的实力，永次郎对刃牙的评价其实很高，他这个孩子是地表最强的人类之一。同时，德川找上了30年前和阿里在东京比赛的朱寿。等一下，你居然还活着？被独耳割喉砸了半天，屁事没有？行吧，这也是医学奇迹。朱寿和阿里那场比赛堪称史上最无聊的拳击，因为比赛一开始，朱寿就躺倒在地，坚持了45分钟，一拳都没打出，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进入对方的攻击范围，就会被打败。阿里所使用的不是拳击，而是武术。30年过去，阿里一定更加强大，继承他衣钵的小阿里肯定会获胜。同时，笃定小阿里必胜的还有色川和独步。小阿里的成长就是他俩一手促成的。独步相信小阿里会在和刃牙的对决中将自己的武术进化到完美，而上演了一出医学奇迹的小阿里又去骚扰烧江了。他会证明给心上人看，不管是最强的称号还是烧江，他都会从刃牙手中夺走。今晚比赛即将开始，小阿里能否战胜刃牙，抱得美人归。上集说到，小阿里和刃牙的比赛即将开始，负责人将小阿里带往地下格斗场。这场比赛除了不准使用武器，百无禁忌。虽然包括独步在内的人都赌小阿里赢，但实际上走在地上竞技场内，小阿里还是紧张的浑身颤抖。拳王的儿子和战鬼儿子一战的消息很快传开，场内坐满了围观群众。小阿里出场，突然烟尘扬起，一道巨大的人影出现在他的面前。这场战斗，永次郎居然也来了。被他这一下，小阿里倒是不紧张了。紧接着刃牙出场，永次郎敲破擂鼓，比赛开始。刃牙直直的走入了小阿里的轰击范围，小阿里急忙挥拳应对，然而刃牙快得要命，仅仅一拳就将小阿里打得不省人事。啊，你就这水平？刃牙没有趁人之危，而是等小阿里惊醒之后，问他还要不要继续打。小阿里这个憨仔怎么可能服输？当场表示要和刃牙你死我活。结果话还没说完，刃牙一脚直踢小阿里当下，然后对着脑袋就是一脚，小阿里再次失去意识。但这一次刃牙没有放过他，而是紧紧锁住了他的喉咙，随后手臂不断发力。就在这危急关头，一道人影突然闪出，给了刃牙重重一拳，将两人分开。来人正是拳王阿里，如果他不阻止刃牙，刃牙真的会将小阿里活活勒死。小阿里做好了杀人的准备，却没有做好赴死的准备，这样到最后只能被反杀。胜负已分，刃牙对小阿里失去了兴趣，转而去看永次郎。他再次向永次郎发出对战邀请，父子两人相对而立。第一次战斗他惨败，母亲被杀，而如今不断成长，变成了强大狮子。永次郎终于认可了刃牙，答应和他一战，一拳结束了战斗，赢得胜利。但是烧江却并不开心，场外小阿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似乎是接受不了自己的失败。看到如此狼狈的小阿里，烧江回想起了两人之间的过往，一把搂住了哭泣的小阿里。啊，为什么？难道你真正喜欢的人是小阿里？刃牙要和永次郎决斗的消息很快传遍东京，刃牙成长的实在太快了。独步邀请了刃牙前来做客，两人认识了很久，但却并没有打过一场架。看着独步的动作，刃牙就猜出了独步的下一步动作，所以并没有答应。而且他练武的目的和所有人都不同，他不想成为世界最强，只是他想要打败的人恰好是世界最强罢了。夜晚的体育场内，所有的格斗家聚集一堂，在漫长的等待中，刃牙的身前突然显现出了永次郎的透明身影，而和日本时差6小时的坦桑尼亚，永次郎正在和雄狮搏斗。我来了，老爸！监狱急促的警铃突然响起，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目眦欲裂。透明的房子里，狱警们个个死状凄惨。这里之前关押的是死刑犯柳龙光，不过在被本部一藏和永次郎联手打败之后，柳就痴呆了，亚克力取代了他一半的脸部皮肤，眼睛盯着一处，什么也不说。但就在众人打算把他转移普通病房的时候，柳却突然暴起。据一位幸存官员讲述，当时只能看见床单乱飞，伴随着惨叫声。等到床单落地，室内横尸一片，柳已经越狱逃走了。之后柳彻底销声匿迹，不知所踪。局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让倒霉蛋原田去调查剩下4位死囚最近的动向。杜里安被安置在了中国白灵寺，被打成痴呆的他现在脑子里只有糖果，每天都会站桩画糖果油画，桌子上摆着堆成小山的糖，什么时候吃完站桩什么时候结束。长期站桩让他的下半身无比健壮，一点都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痴呆，反而更像是在谋划着什么阴谋。怀着不安的心情，原田再次来到了关押朵尔的监狱。因为经费被削减的原因，这座监狱的卫生条件简直堪忧，满地都是乱爬的虫子。双目失明的朵尔被捕之后一直关押在这里。本来监狱长因为他看不见，打算给走个后门，却被他本人拒绝了。不仅如此，为了表现自己的身残志坚，他还亲手打破了自己的鼓膜，成了聋子。成了瞎子之后，他获得了敏锐的听力。但朵尔这个不作不死的人，居然还想知道自己聋了之
之后还能获得什么？据看守他的狱警说，1年半之后，多尔能在黑暗之中徒手抓住蝙蝠，抛弃了光明和声音之后，他获得了敏锐的触觉。之后，原田在前往俄罗斯了解西科尔斯基的情况，他非常老实，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但是有一次，狱警巡查的时候，不小心把硬币掉进了西科尔的牢房。等再滚出来的时候，硬币已经被捏成了一团球。这是多么惊人的握力！狱警带着原田来到西科尔的牢房，此时的西科尔就像是壁虎一样，紧紧攀附着墙壁熟睡。令人惊悚的是，他的手脚并没有任何可以借力的凸起，整个人就像是吸在了墙上一样。而此时被收容在医院的90岁高龄的斯别克也出现了可怕的异样。通过热成像现实，斯别克的体温一直在发生变化，温度从肩膀一口气蔓延全身，这是只有在肌肉发力的时候才会出现的情况。在他清醒的时候，每天都会重复这个动作。通过分析后判断出，他正在一动不动的在床上蝶泳，而且不是在水里游，而是在比水更加粘稠沉重的液体里。短短1年内，他的身体再次恢复了之前的健壮。5位死囚可能将再次掀起狂风，向败北的东京复仇。刃牙死囚篇和大力台赛篇正式结束，接下来会给大家带来范马刃牙的监狱篇，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